小米已经出现在我们频道里边无数次了，但是 Mix 真的是稀客中的稀客。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炯，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小米刚刚发布的，应该说等了有3年的这个时间了啊，它的 Mix 第4代。其实之前我们已经对这台手机做了大量的体验，还有数据方面的测试，但是我专门留了一个没拆过的，带大家一起来开箱。记得3连本视频点赞、收藏、投硬币。世界上没有完美，但总有人在追求完美啊！全面屏开创者再次创造全面屏，120瓦的充电器。因为是陶瓷材质，所以说这个黑色黑得非常的深邃啊。这次的主打色就是这台影青灰，它的灵感呢是来自北宋年间的影青瓷。实际的观感上它是有点偏向于青色啊，带着一点灰灰的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啊。但是它确实非常像玉 Unibody 啊。这个词现在听着很有年代感了，它这次采用的也是超轻陶瓷，这个在原本的这个重量基础上呢，减轻了30%，但是它也依然达到了225克，6.67寸。你听着确实很重了啊，但是也得理解啊，你既然想要一个更好的质感，上了陶瓷，这是避免不了的。电池方面呢是4500毫安时一个电池，后边的数据环节呢我们会详细展开啊，因为它是一体式的机身，这种机身形式在现在已经非常少见了，它是没有中框的，所以握在手里的时候。还有后背划过边缘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舒服的，浑然一体，带来了优良的握感，同时也带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它的信号断点该放在哪里。我们仔细研究了一下，确实要给小米的结构工程师这次得点个赞。这次它在微曲面的屏幕和后面的这个机身中间加了一个金属框，而且它隐藏的非常好，你在划过边缘的时候基本上感觉不到，就稍微有一点点当手啊。之前加在这儿的都是一个塑料支架，这个金属框呢，我们仔细看啊，它其实是有一些小断点的啊，它这个信号开孔就给放在了这里。我仔细想了一下，这几乎是陶瓷一体机身最好的一个信号解决办法了，而且它顶部采用的是微缝的听筒，所以它也就做到了顶部和两侧的这个边框是一样宽的。正面确实观感非常棒。对于陶瓷这种材质其实不新鲜，之前有很多机型都用过，但是没有一款是大规模走量机型来使用的。其实难点有3个啊，第一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信号的问题，第二个就是重量，第3个也是非常实在的，就是成本，因为它比较的贵，它的烧制工艺、良品率和颜色保证一直都是没办法大规模量产的。后边这个矩形模组设计呢，也算是有点家族化的感觉吧。仔细看看的话，是不是非常熟悉啊？安卓之光把那个小小的屏幕给拿走了，再翻了个个儿，屏幕它也采用了一个微曲的设计啊，这个曲率非常的小啊，我觉得就叫 2.75D 就可以了。我觉得它就是为了改善一些你的手感。屏幕两侧，即便我们打到全浅色界面啊，也几乎没有偏绿和偏暗的问题。在刚才开箱的时候，它有一句话是全面屏的开创者，很多新加入机圈的小伙伴可能不知道啊，这个全面屏这3个字，或者说这种屏幕形态，最早其实就是由小米来提出的，当时就是 Mix 的第1代，所以说整个这个系列的手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它基于安卓整个生态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在 Mix 1代发布之前，大部分的屏幕比例都是16:9的，是小米提出了全屏的概念，然后说服谷歌从系统的底层，然后支持18:9到现在的20:9，甚至有21:9。它后面又接了一句再次创造全面屏，那应该就是屏下摄像头的加入了。这次的一体化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聊屏下前摄之前，这块屏幕的基础素质似乎更加重要。这是一块来自华星的120赫兹微钻排屏啊，是不是第一次听这名啊？2400×1080，实际 PPI 320左右 ，P3 10比特原色显示，杜比世界和 HDR10+该有的都有。数据库实测，手动最大亮度424尼特，激发亮度700尼特左右。玻璃盖板也是康宁最强 Victus。除了 PPI 稍低那么一点点之外啊，作为首批量产屏下前摄的国产屏幕已经相当不错了。日常使用中，如果你不是特别盯着这块看，感受不到什么屏下，但注意到时会感觉到一点点色差。我们这段时间使用基本没啥影响，各种刁钻角度、斜对角、大侧边呢，也没有什么黑窟窿或者说纱窗的问题。在一些极限测试下啊，比如这种条纹状的图片或者显示非常小的文字的时候，会感觉分辨率有点不够。不得不说啊，这种全面屏看漫画、看文字或者看电影确实太爽了。
在你看视频的时候，这块也没有什么跳帧或者跳屏的问题。这次它使用的屏下方案也是和华星光电一起联合研发的。之前我们体验过的 OPPO 是京东方，中兴是维信诺，都是咱们的国产品牌。小米这个技术方案也是缩小子像素的尺寸，从而提升进光量的。PPI 也就是像素密度啊，其实并没有变化，理论上显示精度是完全一样的。但为什么小像素方案还是有点小不足呢？我们推测啊，是因为屏下前摄的部分和其他部分使用了不同的 DDIC 有关。为了实现更好的透光率，只缩小子像素是不够的啊，还需要解决其他对于光线有影响的东西，那就是屏幕驱动电路。传统的屏幕驱动电路就设计在像素下方，而 Mix 4的屏幕就将这些驱动电路放置在了屏下区域之外的普通屏幕的位置上啊，这就避免了电路对光线的影响。但驱动电路接触不到子像素，如何控制它们的亮灭呢？这就需要通过一种叫做氧化铟锡的材料来实现。这种材料实现了电学传导和光学透明的组合，说白了就是薄膜状态下透明的导体。小米还把这种材料的引线特别设计成了波浪形，来控制光线的衍射问题，从而进一步减少对光线的影响。这次确实下了不少功夫啊！即便花了这么多心思啊，为什么还对显示精度有一点影响呢？你看做了这么多改动啊，子像素尺寸也不一样了，电路设计有区别，还需要专门设计引线来实现驱动，所以驱动这块屏幕的 DDIC 也会有一些区别，从而影响到了一点显示的精细程度。那么我们为什么前面说日常没有什么影响呢？因为如果不是这种故意有点挑刺儿的测试啊，日常使用中是根本没有发现这个问题的。大家普通拍摄的照片 APP 使用过程中，或者说短视频夸夸的刷啊，都看不出什么明显的问题。你最容易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慢慢进入多任务界面的时候， APP 窗口的边缘会在这里出现一点错位。不过如果我不告诉你的话，很多人可能注意不到，而且谁会这么慢的进入多任务呢？手机这次的原厂贴膜建议好好用啊，如果它磨损了，再换一张类似的，或者说小米干脆官方一定得出这种贴膜啊。这张膜在屏下部分专门开了一个小孔，有它在啊，真的是一点都看不出来。而没有贴膜的时候，我们较点针把撕开啊，低亮度下也不太看得出来，只有在亮度较高的时候相对明显一些。小米为了避免屏下的区域因为子像素更小过早的出现烧屏的问题，在激发亮度下屏下的区域并不一起提高亮度，而是会显示一个黄色的小太阳，避免了因为亮度不够看起来区别很大，也避免了强光下容易看到前摄的问题啊。我摊牌了，我就告诉你，屏下上头就在这儿了，确实是一个延长寿命的挺有意思的小设计。说了这么多屏幕透光问题，那么这个前摄到底表现怎么样呢？先说总结啊，还不错。如果不是特别强调前置自拍，像我这种钢铁直完全可用。但你非要现阶段和挖孔比、刘海比，那就是真杠了啊！毕竟上面是有一层像素和透明引线的，对光线产生了干扰和衍射。小米表示使用了点扩散矫正、多帧去噪等等算法，但这怎么都是物理层面无法解决的问题。刘队老爷子复活了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何况他也不管这个。实测直接看小姐姐，在正常光线的情况下 ，Mix 4的屏下前摄的解析力经过算法修复还不错。小姐姐的纯色和发色还原的也都不错，有些样张力比小米11U感觉还真实一些。而在逆光下啊，这也是目前所有屏下镜头都要避免的一个场景啊。没那么强的逆光下感觉还行，但是如果光线太强，就很难避免出现自带柔光效果的问题了，感觉就是佛光了啊。视频方面，目前确实还需要算法优化，在光线并不算暗的场景下 ，Mix 4的画面噪点解析力和挖孔相比就有比较明显的差距，视频里的光源也出现了点阵状的效果，这就是上面屏幕对于光线的干扰导致的。总体而言，作为首批不容易被发现的量产屏下，前置表现其实要好于我们的预期，毕竟在各种硬物理条件的限制之下啊，顺光自拍的整体表现并没有拉开多少差距，而视频这边由于很难像照片一样使用多帧降噪等等手段实现优化，后面看看小米有什么其他算法吧。专注自拍的小姐姐可能要考虑一下，如果想买，建议线下先去试试。但如果是几乎不自拍的大老爷们钢铁直啊，用来拍个证件照啊，或者说打个视频电话啥的都没问题。毕竟某绿色软件的视频画质本来也不比 Mix 4的前置录像好多少。前置聊了这么多啊，说一下后摄。这次后摄模组的 ID 提前一曝光啊，感觉争论不少啊。先问大家，如果觉得好的请扣1，如果觉得还 OK 的扣个2，如果觉得不行的请扣3。我个人嘛扣个2吧。主摄是1像素的 HMX， 还配了一颗1300万120度的自由曲面广角镜头和5倍的潜望长焦，3颗镜头都是实打实的啊，没上什么凑数给点个赞。在光线充足的白天，这些顶级旗舰自然表现都非常不错，色彩表现上一如既往的小米风格，有一点偏冷。这组小米的 logo 成色就有点不太准，但是在一些颜色丰富的样张上反倒是有不错的效果，看起来更加自然舒服。主摄和广角的白平衡一致性上表现出色啊！广角由于是自由曲面镜头，所以在更广的情况下，画面边缘的解析力依旧不错。5倍长焦的表现上，800万像素稍微低了一点，日常使用肯定是没啥问题的。但是相比之下，宽容度和细节上就不如其他3台手机了，比如这组鸟的样张，还有谁把车子扔在桥上了。
到了夜景方面 ，Mix 4的普通模式已经能够拍出非常不错的效果了，夜景模式并没有拉开什么差距，并且由于更长的拍摄时间，其实更容易拍糊啊。主摄上，在面对霓虹灯的场景下 ，Mix 4的宽容度和11U 基本一致，但是调教较冷的色彩风格，在拍摄这种样张的时候，主观感觉稍微差点味道啊。总体而言，这次 Mix 4在白天的表现肯定是稳稳的啊，速度也 OK。在夜景等方面，初期这个版本啊，和安卓之光小米11U 还是有一些差距，没那么稳。但是根据小米首发版本的习惯啊，后面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应该就是时间问题，大家可以多催催。本期视频由小白有品 APP 支持播出，喜欢二手数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OK， 下面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小米又首发的骁龙88 Plus， 它到底表现如何？大家把不热就行这4个字先打在公屏上啊。参数方面，其实它就是一个积雪版，X1大核主频从 2.84 赫兹提升到了 3.0 赫兹，实测跑分 AI Benchmark AI 性能啊，骁龙88 Plus 得分204.6，相比于88提升高达 45.6%， 目前列低于麒麟9000的 226.8 分。Geekbench 5单核1185，位列数据库第6名。88的小米11得分1140，单核提升约 3.9%， 可以忽略。多核也一样3663。3G Mark 上由于 GPU 频率不变，持平888。纸上谈兵结束，实测开始。小白测评数据库20款应用2轮打开测试，12G 的版本啊 ，Mix 4平均用时102秒。虽然没能继续霸榜，但出版系统这个成绩也非常不错了。这个夏天为了平衡88的功耗发热和续航，各家厂商都采用了降频大法。前面的性能横屏跟大家聊过 ，Mix 4正式将性能模式和均衡模式加入到稳定版的系统中，同时在设置中也加入了电池健康状况，但小米并没有给出精确的数字啊，稍微有点迷。续航方面，4500毫安时电池，120赫兹加均衡模式下啊，注意是均衡。小白测评数据库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剩余 58% 的电量，在这个场景下也不太需要性能。之后打开性能模式开始测游戏，王者加上吃鸡共耗电 46%， 综合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剩余 12%， 表现中等。日常使用还是不错的，但是在游戏方面由于开了性能模式，耗电还是比较明显。充电方面 ，Mix 搭载120瓦快充，为了降低发热啊，小米在试试中加入了快速充电模式，可以根据环境温来选择关闭和开启，同时也加入了智能保护充电，充到 80% 后，系统会自动降低充电功率来保护电池。iPhone 用户表示很熟悉。实测打开快速充电啊，峰值功率接近97瓦，维持了近5分钟啊。后续降到了50瓦左右，5分钟充入 45%，16分钟前台显示 100%， 用来充电5分钟，完全充满21分钟。相比于小米10 Ultra， 大哥 Mix 才是真正的120瓦。发热情况，数据库25度的环境下，10分钟正面达到最高的 45.7 摄氏度，刚好卡在了低温烫伤的临界值上啊，表现不错。对了，这次还支持50瓦的无线，而且它还有一个积雪模式啊，可以达到100瓦，要配合小米自己的风帆无线充底座可以实现。关闭快速充电啊，100瓦维持了3分钟，后续由于发热反复在30到40瓦之间跳动，8分钟最高 37.8 摄氏度，后续趋势和功率一样啊，通过控制功率的高低来控制温升，最后26分钟充到了100%。相比于快速充电慢了10分钟，如果不太在意这点时间，建议大家关闭快速充电，毕竟温度感知相对还是明显一些。游戏方面，针对这次加入的性能模式和均衡模式，我们专门进行了2次测试，就是为了你的3连啊，不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更全面的数据啊。88 Plus 和性能模式的组合能否去掉降频锁帧呢？首先，和平精英流畅加90帧模式，均衡模式下 Mix 4平均 66.12帧。第一次锁帧的时候，机身温度仅 39.1 摄氏度，17分钟后锁定在了50帧啊，机身 43.3 摄氏度。整局游戏结束，机身最高 44.2 摄氏度。这个温控策略可以说非常严格了。再来一轮性能模式，帧率非常稳定啊，平均 89.49 帧，波动 1.49。发热方面，15分钟机身 45.5 摄氏度，25分钟达到了 49.3 摄氏度，帧率稳定的同时发热相对确实要更高一些。功耗方面 ，Mix 4均衡模式 4.07 瓦，性能模式 4.88 瓦，要高于870的黑鲨4，其实和骁龙88大差不差，基本持平 GT 和1+9。最后极限原神测试啊，在均衡模式下 ，Mix 4平均 33.51帧，后期锁帧是比较狠的，但换来的是发热相对较低，机身最高温度 45.9 摄氏度。再打开它的性能模式 ，Mix 4平均 46.03 帧，相比于均衡模式确实有不少提升，但是帧率并没有拉得太高，但至少还算稳定啊，没有大幅波动。半小时温升曲线25分钟达到了最高的 51.1 摄氏度，整机平均功耗 5.63 瓦。大大小小全部测试完毕。从整体数据上来看，现阶段88 Plus 和88其实还没有什么明显的区别。为了优化这颗88 Plus， 感觉小米这次还是下了不少功夫的啊。其中性能模式的加入也确实有效提升了和平精英的帧率，但是面对原神这种超大型游戏，还是出现了一些锁帧的情况。各家温控的策略目前也各不相同，或多或少都会出现锁帧的情况。小米这个版本偏保守一些，但因此也换来了更低的发热和续航。你更喜欢什么样的调度方式呢？在软件层面，今年上半年应该是米 UI 团队压力最大的半年啊。
在各种吐槽之下，在现在这个版本上呢，确实已经改善非常多了啊。不过这次 Mix 4呢，也并没有单纯的硬件堆砌啊，还是有很多软件方面的点值得讲。首先就是它加入了4根 UWB 的天线啊，这个超宽带的进场定位啊，非常精准啊，可以到厘米级别。这个不应该算软件啊，这是硬件层面的啊。有了 UWB 之后呢，它可以实现什么功能？之前苹果上 UWB 的时候，我们做过比较详细的解读，而且我们也做了一些场景的预测。都有这个技术的时候，用手机当万能遥控器，无需手动寻找，你的手机对着哪个智能设备，手机会精准识别方位，弹出不同的操作界面。想想是不是非常方便？预测成功。等米 Y13发布之后，我觉得应该就有更多的基于 UWB 技术的实际的场景落地。这次它还宣传自己是一个丢不了的手机，它在防丢方面做了很多新的功能。首先就是密码验证这个环节，它增加了很多场景，比如说关手机，它也需要密码，因为小偷偷到手机之后，可能第一件事就是先给你关机，让我觉得更新颖，值得点赞。而且希望其他厂商也跟进的就是这个虚拟 SIM 卡的功能，比如说我这台影青灰 Mix 4啊，今晚下楼吃饭的时候丢了。Mix 4全球首丢，只要是通电啊，它就可以通过虚拟 SIM 卡来进行数据的连接和定位。你给它设置这个丢失模式之后，它就会给你发送位置。即便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吧，你都知道位置了，你也拿不回来手机，但是我们把它设置锁定了。我用不了，小偷也别用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好的，在1个月之内不断给你发送位置，你可以选择直接报警，就大大增加了你找回这台手机的概率。而且如果他是个惯犯的话，保不齐还能帮助警察叔叔破获一下子啊！另外，这次还增加了一个我觉得对小伙伴们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啊，就是全场景的翻译。大家也不要想太多啊，目前的 AI 字幕只支持中英互译，其他翻译功能虽然支持其他语言，但是只支持将中文